智伯之死主要要讲就是智伯自己怎么找死以及怎么死的。用3个字来形容人，让后平，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智宣子面临一个问题是选择继承人，赵简子也面临类似的问题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最基层做起来的，机会多数是上级给的，并不是你要展现多么强大的自我，而是你要充分的遵从。赵简子和尹铎的故事也是战略选择的故事，明确你的战略目的，坚持之。历史代表着通鉴，通从古至今，鉴过去的镜子，提示现在，也提示未来。冯唐讲《资治通鉴》，亲尝大于二手，从公案中获得的智慧远远强于理论。大家多听故事，多设身处地的想想故事给各位提供的感觉，想想那时候的风，那时候的雨，当时的刀光剑影，你把自己当成其中一个人物体会一下，再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物再体会一下，终有一日妙理开。智伯之死一共涉及4个故事，在智伯正式登场之前，有3个很有意思的前传小故事。第一个，智宣子，就是智伯他老爹选继承人的故事。第2个小故事，赵简子，也就是当时赵氏这个家族老大选继承人的故事。第3个还是赵简子，赵简子为家族留退守之路的故事。最后才是智伯之死的故事，下面听我慢慢道来。智宣子当时晋国4大列卿中势力最大的，其他3个是韩、赵、魏。智宣子选接班人，想选大老婆生的儿子尧，也就是后来的智伯。这个时候智氏家族中有个很有智慧叫智果的人，跟智宣子说，这个尧不如你小老婆生的儿子萧。尧虽然长得帅，体力好，多才多艺，能说会道，杀伐决断，但是有一点，这个孩子品性不行，不仁义，不能立他为后。但是智宣子最后没有听智果的，还是立了尧。就是这么一故事，下面我们详细说说中间的门道。初，智宣子将以尧为后，智果曰，不如萧也。就在一开始，智宣子，也就是我们要讲的智伯的爸爸，他选择继承人的时候，想用尧作为后人。这个尧就是后来的智伯，智果就是智宣子他们这一族里边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很有智慧，受大家尊重的人。智果说，尧不如萧，萧也是智宣子的一个儿子，尧是大老婆生的，而萧是智宣子的庶子，就是小老婆生的。按常理，大老婆的儿子要比小老婆的儿子更优先继承父业，所以智宣子希望能把大老婆生的儿子尧作为继承人，而智果说尧不如萧。智果之后就提供了一套非常有意思的论据，这一套论据并没有说萧比尧好哪里，恰恰相反，智果是这么说的，尧之贤于人者5，就是说尧非常强的地方有5方面。第一方面，美鬓长大则贤，头发长得好，胡子长得好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帅。有人说了，帅是第一生产力，其他放一边。其实长得好是占便宜的，有些男生像人渣中的人渣，
但是就是好看，你就想多看他一眼。有些女生就爱围在他身边，有些女生也一样，人也那么回事，也很无趣，品性也一般，但是实在是长得好看。这些女生不管怎么样，她如果抓起电话来说，干嘛呢？有空呢，吃个饭去。你也知道跟他们没啥可聊的，但是你想想她长得那么好看，你说算了，推点事儿去跟他们吃个饭，就算养眼了吧。所以好看其实是绝对的加分项。所以治国说尧第一比其他人都强的是他有好看这一项生产力。再往下说，射御足力则贤，会开马车，会射箭，就能打，体力好。再往下说，技艺必己则贤，会唱歌跳舞，会茶道，会花道，会香道。我只是这么一说啊，就是各种杂七杂八的，有的没的，技术不错。再往下说，巧文辩会则贤，能说会道。再往下说，强毅果敢则贤，杀伐决断，干净利落，不拖泥带水，不婆婆妈妈，是条汉子。你想想，长得又好，力气又大，能歌善舞，能言善辩，而且还敢做决策，五贤。有一个不足，如是而甚不仁。你注意这个用词啊，甚不仁，特别不仁义。治国讲，若果立尧也，至宗必灭。说的非常坚定啊，后果很严重啊。你立了这个儿子，咱整个族就完蛋了。有可能你会问王老师，什么是仁？好问题。关于仁字，咱们有可能能讲1年。我又记起我的超级归纳总结能力，跟你说一下仁。如果用3个字来形容仁，我觉得第一个字是让，能让着别人，能把好处分人一点。第二个字是厚，厚道，受了委屈忍忍，得了好处别卖乖，吃了亏当成福。第三个字是平，平衡中庸，别过分，别打瞎子骂哑巴，挖绝后坟，敲寡妇门，别欺负弱者，甚至护着点弱者。别在自己有所有的能力，所有的办法和资源去占更多便宜的时候，就一定要占尽吃干耗尽，不要那么做。所以3个字，让厚平。如果引孔子的几句话来说，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不喜欢的事儿，不要在别人身上干。你不喜欢自己的老婆被别人睡，你就不要睡别人的老婆。你不喜欢自己的钱被别人骗，你就不要骗别人的钱。你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受别人洗脑，你就不要洗脑别人的孩子。其实再引申一层，己所欲，在没有问别人乐意不乐意之前，你也不要施于人。就是你自己愿意，自己觉得挺好，那别人也是跟你不一样的个体，不要动不动就去把你自己认为对的事儿强加给别人，对吧？要互相尊重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这都是人的表现。最后再举一个孔子说的人的例子，己欲达而达人是什么呢？我想得到某些，我想比较欢快，我想比较畅达，那我也让别人得到，让别人欢快，让别人畅达。就是说不能老想着自己。其实这个汉字造得特别漂亮，单立人一个二，就是其他人跟我一样也是人。你要有的这个概念，你就是一个仁义的人。我挂一漏万似乎说明白了啊，如果没明白，大家多听几遍。如果有意见，有不同意见，特别是不同意见，欢迎大家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下留言，欢迎大家
在微信群中讨论。治果说了5条尧超于常人之处，但是说了1条尧的不好的地方，甚不仁。就基于这一条，治果跟智宣子说，你不能立他为后。智宣子没同意。我想大家如果设身处地替智宣子想，多数人很有可能也会不听治果的，而继续立尧为后。你想想，你大老婆，当然我们都只有一个老婆，但假设你是智宣子，有个大老婆，生了一个孩子，长得又帅，身体又好，干嘛行，能说会道，而且内心笃定，敢做决策，敢杀敢打，就是因为他甚不仁，就选一个小老婆生的孩子，你会这么做吗？多数人估计很难做到。智宣子也没做到，然后治果就离开了智家这个大家族，另立门户，躲开了。这就是智宣子选接班人的故事。正在收听本节目的你，快联系微信客服83154-105，看更多课程。智宣子面临一个问题，是选择继承人。赵简子，也就是后来赵国的先辈，也面临类似的问题，就是选择谁当继承人。赵简子把家训等一些内容写在2个竹简上，分别给了2个儿子。3年后，大儿子早就把竹简弄丢了，小儿子不仅把竹简随身携带，而且能把上面内容背得清清楚楚。因此赵简子选了小儿子做接班人，就是这么一个故事。赵简子之子，长曰伯鲁，幼曰无恤，将至后不知所立。赵简子不知道立谁，乃书戒训之词于2简，就把一些家训、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写在了2个简上。有可能是竹简，竹子可得性好，而且也相对容易刻，容易保存。3年之后，赵简子问伯鲁、无恤这俩儿子，伯鲁不能举其词，求其简以失之矣。这个大儿子伯鲁，老爸一问，忘了，爹你在说啥？问我3年前的事儿，你怎么不问我30年之前的事儿呢？我哪有那么好的记性？问那3观呢？愿景呢？理想呢？我给你刻的那根竹棍呢？伯鲁想，我早丢了，咱家又富可敌国，你给我一个竹棍，早忘了，不知道扔哪儿去了，也可能扔厕所了，也可能扔某个箱子底儿了，谁知道，我找不着了，也是人之常情。赵简子呢，虽然能理解他大儿子，但是多多少少我想会有些失望。接着就问无恤，咏其词甚习。无恤呢，把他爸给他的训诫背得很清楚，如竹筒倒豆，哔啦吧啦就说了。求其简，出诸袖中而奏之。这赵简子问他小儿子说，那个竹简呢？小儿子就从袖口中拿出来说，你看就在这儿呢。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，立以为后。所以赵简子确定了以无恤作为继承人，他跟甚不仁正好相反，他贤。这个事儿呢，冯唐评一评，如果在一般的家庭，伯鲁这么回答，我忘了3年前说的事儿，我丢了，3年前你给我一件东西，我还是个孩子，挺可以理解的。赵简子这么要求有点过分，但是赵简子是要称王称霸的人，要求孩子把家训收好留好，反复背，反复实践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没错。谁让你是赵简子呢？谁让你的孩子生在赵简子之家呢？
从小孩的角度去想，伯鲁是正常小孩常呈现的状态。吴旭不一样，你想他又是一个幼子，爸爸给一些说教，给了一个竹板，我就天天把竹板搁在袖筒里，天天背，天天记，正常吗？不正常。但他体现了非常独特的能力，是什么？跟随，英文叫 follow。 知道大人认为什么重要，我把我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喜怒哀乐放一放，放在大人认为重要的东西之后。虽然这样违反小孩的天性，但也只有这样你才能脱颖而出，得到大人上级的赏识，能够从大人上级那儿拿到资源，拿到任务，能够得到做事的机会。所以大家听好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最基层做起来的，机会多数是上级给的。如何能拿到这些机会？简单的说，并不是你要展现多么强大的自我，而是你要充分的遵从，特别是遵从一些大人长辈认为最重要的原则，也就是他们最为尊重的文化。他们在小的时候也是这样被教育的，也是因为他们能够遵从这些家训，才从他们的长辈，他们的大人手里得到了成事的机会，才有他们的今天。所以你作为开始也要遵守这些家规，在你成事之后，你或许有机会能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、创造性，能够在这些家规上添添减减。但是一开始你要做好一个跟随者，做好一个遵从者。祝你好运。在讲智伯之死本传之前，第三个故事还是赵简子。赵简子居安思危，担心有一天自己所在的国家晋国发生内乱，自己的家族没有退守之地，于是就派大臣尹铎去晋阳搞精神文明建设，把晋阳这个城市经营成家族的保障大后方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。简子使尹铎为晋阳，简子派尹铎这个大臣去管晋阳这个城市，请曰：以为简思乎？亦为保障乎？尹铎问简子，你让我主政晋阳，你的战略目的是什么？你是想让我给你多弄点钱，还是你想把我这里当成你的战略保障，你可以退守的地方？简子曰：保障在。赵简子非常明确地跟尹铎说，为了保障，把晋阳建设成我可以依靠的地方。他不见得能给我很多的粮食，很多的丝绸，很多的税收，但是在我一旦有危难的时候，我可以把晋阳当成最后一个堡垒。简子做出了选择。冯唐引申一下，我经常听到一些很聪明的人，很有经验的人，常常让他们做选择的时候，他们会说既要也要还要，甚至有些人会说既要也要还要又要。这个世界不是围绕任何个体而转的，如果你什么都要，那有可能什么都要不到，以及很有可能你会面临极大的风险。10几年前，我们几个在酒桌上曾经讨论过，权钱色是个地球人都想要，而且很神奇的是，权钱色你有了一样，另外两样也相对容易得到。但是如果你顺着人性的劣性顺坡下驴，那不好意思，劈你的雷已经在路上了。赵简子有管理智慧，在尹铎问他，你是要钱还是要保障？赵简子做出了明确的选择，我要保障。简子做了这个战略选择之后，
跟他的继承人吴续，也是他的小儿子吴续说，晋国有难，而吾以引夺为少，勿以晋阳为远，必以为归。什么意思？一旦赵家受到了大威胁，那不要看轻引夺，去投靠他，不要认为晋阳太遥远，就去那里就对了。吴续，你要记住，这就是赵简子和引夺的故事，也是战略选择的故事。简单的说，明确你的战略目的，坚持之。圣经上说，阳光之下，力战者未必能胜，快跑者未必先达。有时候在战场不见得要放手一搏，有时候忍让是更好的选择。韩康子、魏恒子感觉到赵襄子被收拾之后，就轮到他俩了。赵襄子在危急关头派人出城见了韩康子。德是才的帅，有德才能用好才，无德而有才，反而会害了这个人。历史代表着通鉴，通从古至今，鉴过去的镜子，提示现在，也提示未来。冯唐讲《资治通鉴》，欢迎回来，咱们继续讲《资治通鉴》。讲了3个小故事之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智伯之死的本传。智伯之死呢，是发生在3家分晋之前的故事。当时智伯和韩、赵、魏都是晋国中的权臣，特别厉害的就是智伯他们家，比韩、赵、魏3家加起来的势力还要大。这个智伯呢，非常狂妄自大，他就霸道的向韩魏2家要土地，要土地上的人民，就这样跟韩魏2家结下了梁子。之后他又联合韩魏2家去打赵家，在赵家陷入危局之时，赵家派了一个说客去游说韩魏。韩魏本身对智伯就不满，所以轻易的倒戈到了赵家这一边。最终韩魏与赵里应外合，智伯就被人灭了。这就是智伯之死。智伯继承了智宣子的位置，开始折腾。非常不仁义的人一定闲不住。智伯怎么折腾呢？就是要地。智伯请地于韩康子，韩康子不想给他，但是韩康子的相段珪跟他讲，智伯好利而必不与，将伐我，不如与之。彼扭于得地，必请于他人，他人不与，必向之以兵，然后我得免于患，而待事之变矣。什么意思？段珪劝韩康子说，智伯呢喜欢占便宜，而且是一个非常倔的人，我们不给他，他将打我们，我们打不过他呀，不如给他。他呢得了我们的地之后更加狂妄，他肯定忍不住，还会跟别人去要。如果别人不给他，那他有可能就会打别人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相对没有了祸患，而能够看事态的发展。他打赢了，我们没事儿；他打累了，我们可以趁机搞点事儿；他打输了，那我们更可以干他。段珪这段话如果从管理学上讲，就是除了你要有战略愿景，如何竞争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不同的手段，尽管你是想干同样一件事，也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。韩康子不想让智伯拿走他的地盘，同样的目的，他可以选择不给打，他也可以选择我忍了，想让其灭亡，先令其疯狂，我先给你，先让着你，先让你得罪所有的人，我伺机而动，
等有人开始干你的时候，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众人锤，我就去做那个众人。韩康子和段珪这种战略选择，从现在看是明智的。圣经上说，阳光之下，力战者未必能胜，快跑者未必先达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。有时候在战场不见得要放手一搏，有时候忍让是更好的选择。事情果然像韩康子、段珪想的那样发展。智伯又去管魏恒子要地，魏恒子开始也不想给他，但是魏恒子的智囊说，你还得给他。将欲败之，必孤辅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孤与之。引用了周书，说不跟他对着干，可以先助纣为虐，让他在自己的自大狂里继续狂妄，更加狂妄，狂妄到死。智伯在韩康子、魏恒子这块得到了甜头，兵不血刃就拿到了土地，拿到了人口，可以多收税。贪得无厌的智伯又干了什么呢？又向赵襄子求地，说你把蔡和皋郎之地给我。这回赵襄子没有答应，智伯就怒了，联合韩康子、魏恒子说咱们去打他。赵襄子就懵了，一个智伯都打不过，何况智伯还联合了韩康子，还联合了魏恒子。这时候赵襄子说咱们撤吧。但去哪儿呢？在决定去哪儿的时候，赵襄子想起了他爹给他留的这条后路，想起了尹铎的晋阳。他跟周围的谋士商量，说我们不能去长子，尽管长子的城后；我们不能去邯郸，尽管邯郸的粮食多，因为这个城后和粮食多都是取的民脂民膏，我们在相对危难的时候去那些城市，老百姓不会往死了帮我们。而晋阳不一样，当时我爸爸咱们的先主留了后路，施了仁德，尹铎非常宽厚的对待晋阳的人民，我们去那里，人民一定跟我们站在一起，跟我们血战到底。赵襄子想得明白，带着群臣就去了晋阳。智伯、韩康子、魏恒子联合在一起去围攻晋阳，拿水灌它。城墙最高处距水也就6尺，但是老百姓没有一点要背叛的意思，坚决地站在赵襄子一边。智伯视察前线，魏恒子、韩康子陪着。智伯非常得意地说，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。我今天才知道水是能灭一个人的国家。这个时候韩康子碰了一下魏恒子，魏恒子碰了一下韩康子，当然是暗暗的碰。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？他们都有自己最主要的城市，老巢，这些老巢旁边都有一条江水，一条河水，都可能被智伯用来灭他自己的老巢。所以韩康子、魏恒子心里非常不爽。智伯的谋士跟智伯说，我看出来了，韩魏必反。智伯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智伯的智囊说，我以人事知之，我从人性的洞察能看出来，韩魏会反。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，赵王难必击韩魏矣。胜赵而3分其地，城不没者3板，人马相食，城享有日，而2死无喜志，有忧色，是非反而何？韩魏之兵跟我们一起打赵，赵灭亡了之后，他们知道他们是下一个。今天我们约定了，灭了赵之后，智伯、韩魏3分赵地，现在城马上就要攻下来了，而韩康子
魏恒子不仅没有开心的样子，还有忧愁的样子，这不是要造反还能是什么？到了第二天，智伯就把他智囊跟他讲的观察、思考、洞见、和盘托出告诉了韩康子、魏恒子。智伯倒是简单坦诚阳光，但这种简单坦诚阳光实在透着智伯的傲慢。我告诉你，有人怀疑你们俩，看你们俩怎么回答。韩康子、魏恒子也不是吃醋的，立刻争辩说这个人是赵襄子派来游说的，就是想让智伯您怀疑我们，我们就打不下赵襄子，打不下晋阳城了。智伯，你好好想想，我们两家为什么有现成的马上要得到的赵家的田不要，而干违背您的事情？我们为什么要趋害避利呢？不可能，我们就贪图赵家马上能得到赵家的田，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您呢？没有任何道理。韩康子、魏恒子说完这些话出来之后，智伯的智囊又进去说，智伯呀，主公啊，你为什么把我的原话和盘托出，原封不动告诉了韩康子、魏恒子？为什么呀？智伯说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智伯的智囊回答，刚才韩康子、魏恒子出门的时候，看见我的眼神已经不一样了，加快了脚步，迅速离开，因此我知道了。智伯呢并不开心，他觉得他的智囊知道的太多了。在这之后，他的智囊就离开了智伯，请了个差事，说我还是去齐国吧，就去了齐国。韩康子、魏恒子不开心，感觉到赵襄子被收拾之后，就轮到他俩了。赵襄子在危急关头派人出城见了韩康子和魏恒子，跟这俩人说，臣闻唇亡则齿寒，今智伯率韩魏以攻赵，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。今天智伯带着韩魏来打赵，赵被干趴下了，韩魏也会随之其后，就像智伯当时要地一样，要你们俩的地你们俩给了，要我的地我没给，然后智伯来打我，那打完我他还是想要地，那还是要打你们呀，打人打习惯了，连他自己都打，别说你们俩了。赵襄子通过使者把这话说完之后，韩康子、魏恒子一起说，我心知其然也，恐事未发而谋泄，则或立志矣。我们知道是这么回事，但是我们害怕事还没办呢，消息泄出去了，然后我们俩也被干了。赵襄子的使者说，谋出二主之口，入臣之耳，何伤也？计策安排从二位老大嘴里说出来，进我耳头，就这样，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的。二子乃前与张孟谈曰，为之7日而遣之。韩康子、魏恒子和赵襄子的使者约定好了一个日期，说那时候里应外合咱们干，然后把赵襄子的使者送回去。赵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，而决水灌智伯军，趁夜让人干掉了守堤坝的官儿，把堤坝打开，水灌向智伯的军队，智伯军就水而乱，韩魏一而击之，襄子将卒犯其前，大败智伯之众，遂杀智伯，尽灭智伯之族。智伯的军队因为水淹过来了，乱了，韩魏在智伯军的两侧开始打智伯的军队，而赵襄子带着士卒直接打智伯的前沿。智伯的军队在水和三面夹攻之下大败，智伯
智伯的一家9族也被杀掉。这就是智伯之死的故事。智伯很能干，实力很强，但是他缺少德行，最终他被干掉了。那什么叫德？什么叫才？司马光是这么说的：夫松察强毅之谓才，正直中和之谓德。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什么意思？聪明，有观察力，非常强悍，有意志力，这是才。什么是德？不会因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，就把弱者往死了欺负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不走极端，与人分利等等。德是才的帅，有德才能用好才，无德而有才，反而会害了这个人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智伯之死是因为智伯才胜于德，要求自己，要求别人，也希望各位不只看才，更要看德，德先于才。